偷心契约，甜到发腻还是甜到心坎？这对情侣凭什么让人磕到上头？甜到观众直呼停不下来？真实与虚拟的交错。爱情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它让人既憧憬又心生不安。现实生活中能遇见一份真诚的爱情已经很不容易，而当这份爱情被带入镜头，观众便能共享那份悸动。偷心契约的走红，恰恰印证了这一点。主演于龙与杨咩咩不仅在戏中甜蜜撒糖，在现实中他们也是让人艳羡的情侣。浪漫的求婚桥段，让观众仿佛不是在看剧，而是在见证一场真实的爱情故事。剧情之外的真实经历，反而让虚拟的情节更有说服力，观众因此更容易带入角色。荧幕与生活的重叠，让人有一种奇妙的梦境感。当观众看到他们互相凝视时，会忍不住回想起自己生命中那些怦然心动的瞬间。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让人心跳加快，更让人设不得移开视线。打破套路的女主，黎墨的独立与果敢。大多数甜宠剧的女主常常陷入傻白甜的桎梏，她们柔弱、单纯，甚至需要依附男性角色来完成成长。但黎墨的设定与以往截然不同。在发现男友脚踏两条船的瞬间，她没有哭天抢地，也没有忍气吞声，而是用冷静而果敢的态度说出了分手。她的立刻止损，让无数观众直呼痛快。这种果敢是一种力量，也是一种觉醒。现实中，许多人面对类似情况时会犹豫不决，但黎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勇敢做出选择，才是真正的自我尊重。他的独立精神让无数观众把他当作理想化的自我映射。与此同时，乔素的登场更像是命运的安排。他冷峻的外表下藏着炽热的心，而他与黎墨之间的针锋相对，既制造了张力，又暗示着未来情感的萌芽。矛盾与吸引共存，这种火花让观众几乎上头。情感辩论，独立女性与深情男主的碰撞。乔素的角色在表面上是冷峻而理智的外科医生，实际上却隐藏着一颗炽热的心。他的深情并非通过华丽的语言表达，而是体现在细枝末节，深夜的守候，无声的注视，关键时刻的一句安慰。这些小细节比任何华丽的表白都更能击中观众的心。人们在现实中渴望的，也正是这种默默守护、不张扬却坚定的爱。与之相对的是黎墨的独立与果敢。他不愿依附任何人，即使面对困境，也坚持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。他的坚硬与乔素的柔软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种碰撞让故事充满张力。观众在其中看见了两种不同的爱情模式，一种是希望被照顾、被守护，另一种则是追求平等、追求尊重。两者没有绝对对错，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引发强烈共鸣。很多人看剧时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，如果我是黎墨，我会接受乔素的守护吗？如果我是乔素，我能理解黎墨的坚持吗？这种自我投射使得剧情不再只是表演，而是一场关于爱情本质的深度讨论。第一低潮，甜蜜背后的空洞。虽然前半段剧情带来了持续的高甜，但随着剧情发展，观众开始察觉甜之外的不足。乔素的霸道互爱虽能满足部分人对偶像剧的期待，但其重复性也让人逐渐失去新鲜感。爱情如果总是被呈现为英雄救美，观众会觉得少了点真实的烟火气。毕竟，在现实中，大多数的爱情并不是依赖于一方的绝对强大，而是双方在矛盾与妥协中的共同成长。此外，渣男与绿茶闺蜜的迅速下场，看似爽快，却显得不够真实。生活中的坏人往往并不会立刻得到惩罚，而是会长期存在，反复考验人心。剧集在这一点上的理想化处理，让不少观众觉得有些空洞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正是这种过度理想化，满足了观众内心对正义与浪漫的渴望。人们在现实中无法拥有的完美报应，在剧里却被无限放大，这种补偿式幻想恰好触动了人们最柔软的内心。
虽然有人质疑，但更多人选择继续追剧，只因为那份理想爱情让人舍不得放手。第二高潮，家族矛盾的反转。剧情在甜蜜与质疑之间摇摆时，导演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：家族矛盾。乔素与堂弟之间的对立，不再只是因为离莫，而是牵扯到家族责任与个人选择的深层矛盾。这一转折让剧情陡然提升了层次，爱情故事瞬间拥有了更厚重的底色，观众的情绪随之被挑动。乔素的温柔还是深情吗？还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手段？这种疑问让人物不再单薄，而是变得立体而复杂。观众开始质疑每一个眼神和动作背后的真实动机，这种不确定性让剧情充满张力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观众迅速分裂成两派，有人坚定相信乔素是真心的深情守护，也有人怀疑他夹杂着家族斗争的心思。不同立场的观众在评论区争论不休，这种全民讨论反而让剧集热度再度飙升。实际上，这样的设定也更贴近现实。爱情往往并非单纯的两个人，而是包含了家庭、社会、责任等多重因素。正因如此，观众在追剧时才会更有代入感。我们渴望单纯的爱，却无法忽视现实的牵绊。第二低潮，甜蜜中的裂缝。当黎墨与乔素终于走到一起时，观众以为故事即将迎来圆满结局，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两人的差异在最初的甜蜜中被掩盖，而当激情褪去，性格与价值观的矛盾开始逐渐放大。黎墨追求的是平等与自由，他希望爱情是一种携手并进的关系，而不是被动接受守护。乔素却习惯用强势的保护来表达爱，这种方式虽然出于真心，却让黎墨感到压抑。久而久之，这种甜蜜变成了一种无形的束缚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家族的矛盾和外界的流言像一张无形的网，笼罩在他们的感情之上。观众在这一刻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感，爱情从来不是只有甜蜜，它也伴随着考验与痛苦。评论区里有观众写道，这才是真实的爱情。甜可以很美，但如果没有理解与尊重，终究会出现裂缝。这种共鸣让无数人陷入沉思。剧情不再是单纯的幻想，而是让人开始思考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是否也会面对这样的矛盾？我又该如何处理？写在最后，短剧的意义。偷心契约不仅是一部甜宠短剧，更像是一面镜子。它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中看到爱情的甜，也看到爱情的矛盾与复杂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人们常常被工作和压力压得喘不过气，而这种短剧却能提供片刻的治愈。有人说，它是精神的糖分补给，让人忘却疲惫。也有人说，它是心灵的避风港，哪怕只是10几分钟的陪伴，也能温暖整个夜晚。这种存在感使短剧不再是娱乐的快消品，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抹甜味。观众的思考。剧集带来甜蜜与思考并存的体验。观众不只是看故事，而是带入其中，反思自己的生活与选择。甜宠剧是否能长期占据荧幕？当快消糖分取悦观众时，是否牺牲了深刻的叙事？我们究竟追求的是理想化的幻想，还是现实里的浪漫？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答案，但正因如此，观众才会愿意在社交平台上不断讨论、分享，甚至争论。偷心契约已经不只是作品，而是全民话题。感谢你能耐心读完这篇长文。无论你是被于龙与杨咩咩的真实爱情打动，还是沉迷于偷心契约里甜到炸裂的剧情，相信你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感共鸣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并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想法。你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。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展开更多讨论，分享彼此的故事与观点。